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工作10年，涨薪3次，每次不足200。老板画饼说，完成外派项目后一定给我升职加薪，让我走向人生巅峰。我信了，结果前脚刚签完项目书，后脚我的名字就出现在裁员名单里。我和老板讨说法，老板却讽刺我有多大能耐拿多少钱，没本事别乱要价，胡乱要价的下场就是被社会淘汰。可明明猎头公司挖我很久了，薪资是现在的10倍。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外派半个月签下千万级大项目，刚回到公司和老板汇报完工作，填完调薪申请表，我就接到人事李姐的信息，说要和我约谈。我欣喜若狂，工牌上职称那里副总经理的副字已经被抹撒的模糊了轮廓，想必明天我就可以换上总经理的新工牌了。刚落座，李姐却一脸责怪地称我陈瑶，你说现在这时候你提什么调薪申请呢？你不知道总公司要求分公司裁员降本吗？徐总本来就在列清单了，你这忽然一提交，可不就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什么意思？怎么就撞枪口了？李姐开门见山，陈瑶，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这次的裁员名单你也在上头。见我一脸不可置信，李姐继续道，徐总刚亲口跟我说的。刚刚？那岂不是我前脚刚跟徐明汇报完新项目，后脚他就把我的名字提交给了人事？这是人干事。我知道你这么多年为了公司鞠躬尽瘁，所以特意为你申请了 N 的赔偿方案。李姐看似温柔和蔼，处处替我着想，实则不然。人事最会看人下菜碟，胸中怒火腾地烧了起来，脑袋一热，我拍案而起。我刚替公司签约了上千万的级项目，前脚签约，后脚裁员，你觉得合适吗？理由呢？李静试图安抚住我，却丝毫不起作用。我一把夺过李姐桌上的计算器，愤怒使我敲得咣咣作响，最后重重将计算器拍在她面前。按照项目组的提成机制，应该给我3%的项目奖金。我在公司10年，几乎全年无休，攒的年假一共有162天。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刨除已经过期的，还有76天。另外，今年的法定节假日我也在工作，并且都有考勤记录。公司需要补3薪给我，更何况我早就和公司签订了无年限劳动合同。你们突然无理由辞退我，已经属于违约辞退，应该赔偿我2N+1，105.8万。既然徐明这么背刺我，那我就不跟公司抹零了，106万一口价，没得商量。说完，我扭头就走，离开人事办公室。我快步朝老板徐明办公室走去。电梯里，我脑子一片混沌，双手无意识地上下滑动手机屏幕。随着电梯叮的一声响，指尖定格在微博热搜第一，一个红色加粗的豹字飘在标题后面，羞辱式涨薪。混乱的思绪一顿，我不由得联想我在公司这10年累计涨薪3次，3次加在一起涨幅不超过500块。我之前不觉得这是什么羞辱式涨薪，明明老板徐明一直很器重我，这很明显。比如公司里最难啃的项目90%都会交给我做，从0到1的系统我不知道搭建了多少个，客户名单、银行优盾这些重要资料也一直攥在我手里。可一旦细想，徐明这几年奢侈品不断，最近更是换了不下5台车，
最新开的那辆迈巴赫甚至价值1000万以上，而我签了项目，非但不涨薪，还被断崖式裁员，指甲狠狠掐进皮肤里，我心跳得飞快。这分明是他徐明踩着我的功劳簿走向人生巅峰，而我吃着他画的大饼自取灭亡。我快步走进销售部，回来了陈姐。怪不得小苏说今晚公司要聚餐，原来是因为陈姐回来了呀。哟，陈姐这次要升职加薪了吧？别忘了提携我们这些小的呀。陈经理，到时候请吃饭呀。我面无表情，怒气冲冲，把行李箱往工位一丢，拿着电脑就钻进了徐明办公室。办公室门一关，外面同事的窃窃私语立刻响了起来。瞧瞧，还没当上领导，就开始摆总经理的架子喽。陈某人又去舔老板了。有时候我都觉得奇怪，陈副总任劳任怨干了这么多年，工资倒挂的还没刚毕业的小刘高，要放我早摆烂了，他咋还每天斗志昂扬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听说徐总给他画饼了，这次外派回来就给他升职加薪。这年头还真有人能吃得下老板画的饼啊！不个牙吗？个牙！从前我不觉得，现在却觉得一口牙都快咬碎了。小陈，你来了呀，快坐快坐！盛怒之下闯进徐明办公室，他却像是等我许久，指指对面的位子，示意我落座。我还没等我开口，就被徐明抢了先。小陈，你知道的，疫情过后，公司业务开展得很困难。你刚签的这个项目虽说估值高，但是公司的前期投入也十分巨大。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好过，实业更是惨，大家都在负重前行。想必小陈你是可以理解的哦。这些话徐明跟我说过不下5、6、7、8次了。之前我全心全意为公司考虑，自然和他视角高度一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此刻我心里憋着的一团火像是被泼了油一般，越发焦灼滚烫，心里越气，身体却冷静下来。办公桌下，我打开手机的录音功能，之前不是说外派回来就给我升职加薪吗？徐明往后一靠，似有不悦，衬衣领口罗意威的 logo 大辣辣地展示出来。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公司有难处吗？小陈，你也是公司的老员工了，现在总公司要求我们降本增效，分公司本就举步维艰，这种困难时刻，你不和公司同进退、共存亡，居然只顾着自己个人那点小心思。见我不吭声，徐明眼底闪过一抹不善。小陈，我一直觉得你和其他同事不一样，你应该是有大局观的。当初我可是把你作为我的接班人来培养的，这些年公司也没亏待你，好聚好散吧，别闹得太难看，对你未来发展不好。就在这时，徐明放在桌上的手机震了震，他点开划了2下，再看向我时，眼底的恶意已然不加掩饰，暴露无遗。我直视他，毫不畏惧，当面硬刚：徐总，项目刚签就要动我，客户那边也说不过去吧？小陈，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牙尖齿利？我承认这个项目你有苦劳，但要是没有公司为你托底，这项目你能签得下来？你可别拿客户要挟我，比你优秀的人比比皆是。刚才李静说你想要2N+1，太离谱了呀！我做主，这次给你 N+1，这个月社保公司也帮你交。我怒极反笑，李静没说吗？除了2N+1，我还要我这次的项目奖金和我之前全部的年假折现。听到项目奖金，徐明眸光一闪，立刻换了副嘴脸，大声呵斥：我呸！有多大本事拿多少钱，你敢漫天要价，就别怪我没警告你，公司是可以告你敲诈的。
陈瑶，你鼠目寸光，自私自利，弃公司大局于不顾，只顾你眼前那1亩3分地。我告诉你，今天我还就把你裁了。好说好商量，不好使是吧？自己出去反思去，反思完赶紧滚。说着，他把我从座位上拎起来，连连推搡。紧接着，砰的一声，徐明将办公室门摔在我眼前。被赶出来时，我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隔壁工位的周硕八卦地凑过来打听：“陈姐，刚徐总跟你说什么了？是讨论你升职加薪的事儿吗？你这次项目价值几千万呢，能拿不少奖金吧？”我捏紧了拳头。升职？哪来的升职？勤勤恳恳干了10年。升职到副总那次，还是因为项目签约必须得 K9 级别以上才能签字。徐明当时在美国度假，我临危受命才被提成了副总。奖金，在这工作10年，往少里说，我每年都至少为公司签约一个1000万级的项目，却1毛钱奖金也没见着。什么与公司同进退、共存亡，分明是这分公司他徐明的一言堂，独揽所有员工生杀大权。论业绩，公司没人比我更好。那这么久以来，凭什么我的薪资要被刚毕业的菜鸟倒挂？一下午，我对着一张空白的 Excel 表格，什么也没干。脑子里虽有一个小人在劝慰我，他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却还有另一个小人顶着恶魔的3叉戟，不断怂恿我：“妈的，不服就干啊！咱打工人的乳腺就不是乳腺了，奉献了这么多年的青春，就换来一句赔偿恩，你甘心吗？”老娘不甘心。直到临近下班，公司销售部群里行政助理小苏艾特了全员，签约了大项目。徐总请大家吃饭，一会儿聚餐地点在 XXX 餐厅，大家6点30分准时在餐厅集合哦。我刚准备点开群公告，忽然屏幕一闪，公司群消失不见，我被踢出群了。行政助理小窗我：“陈姐，不好意思啊，徐总说你不是公司员工了，所以今晚聚餐就不叫你参加了。”下一秒，负责公司固定资产的小张一脸局促地走到我面前：“陈姐，徐总叫我来收您的电脑和主机。”我简直被气笑了。小张，你再好好查查公司的固定资产清单，我名下有电脑和主机。想当年刚入职时，公司真是举步维艰。徐明说只能给职能部门配备电脑，像我们这些干一线销售的，想要电脑自己买个便宜的凑合凑合得了。这一凑合就是10年。见我站在工位上不动弹，窝在办公室里1下午的徐明终于走了出来，直接当着所有销售部员工的面宣布：“陈瑶消极怠工，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不符，就此开除。”说完，他看着急匆匆赶来的人事李静，吼道：“李静，你怎么干活的？让你裁个人1下午都没裁掉，现在立刻把陈瑶开了。如果明天我再在公司里见到他，你他妈就跟他一起走。”随后，徐明亲自带人，把我连箱子带电脑一起往外丢，还强硬地扯走了我的工卡。好，这么完事吧？公司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坐在公司楼下咖啡厅里，我顺利连上公司 WiFi。我们公司是搞实业的， ERP 流程又臭又长。之前同事离职时，至少跑了8个部门，求领导签字确认，耗时1周才走完全部离职手续。我被裁得突然，以我对公司的了解，权限不可能一下就被彻底关掉，所以我打开电脑，不出所料，轻轻松松进入公司系统，一边打开小红书搜索裁员攻略，一边开始上系统保留证据。原先徐明给我画的饼
什么小陈干得漂亮，小陈项目做得不错，项目辛苦了，我一定给你升职加薪等等，全被我拍照留存。别以为这些饼没用，关键时刻，这就是我工作能力的最佳佐证。公司年初为了激励销售人员踊跃签单，特意发布了销售激励政策领航计划。公司的红头文件上白纸黑字写明了，只要销售人员与客户签约意向书，次月便可提成项目总额的1/1000。等项目彻底落地后，签约了正式合同，再给销售人员提成项目总额的2/1000，总计3/1000。而我刚签约的大项目，仅项目初期投入就价值3000万。客户可不仅仅和我签约意向书那么简单，更是拍板承诺把后面几年的长线项目都签给我。全算下来，整个项目价值上亿。如果我还在公司，这个项目最起码能保证我未来5年，即使一个项目不签，每年都至少有近100万的提成收入。灵光一闪，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徐明不仅要抢我的功劳，还想踩在我的尸体上吸血，做他娘的梦。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劳保局，填了表，提交了劳动合同、考勤表、绩效和一系列其他证据。刚准备走，一个工作人员叫住了我：“陈女士。”黑色签字笔正点在4年前我和公司签约的无年限劳动合同上。我们得和您核实一下，表格里您写的基础工资是8000，但您的劳务合同里是1500，请您确认一下是否填写有误。我忽然想到公司之前发的全体员工通知，要求在续签劳动合同时将基础工资修改为1500，剩余部分变更为绩效工资。大家每月按绩效工资金额提交餐票或打的车票来补，如果当月发票交不够的，绩效就延迟发放，直到票交足了为止。我跟劳动局的工作人员讲了原委，并直接掏出电脑连上 VPN 登录公司邮箱，把那封邮件拿给工作人员看。你再看看你的公积金是按什么基数缴纳的？我赶紧点开小程序查看，果不其然，就连公积金都是按照1500的基数缴纳的。工作人员给我讲，这种情况他们见多了，其实就是公司偷税漏税，一告一个准。但是我还差一样东西，离职证明。就在这时，我收到人事李静的微信：“小陈啊，我刚给你发了一封邮件，你填完赶紧发给我。”我点开邮箱一看，一个离职申请书正静静躺在收件箱里。李静的微信一条接一条的进来：“徐总说了，只要你签了这个离职申请，他答应赔偿你2N，钱不少了，你抓紧签了吧。”小陈啊，李姐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好好好，真有你的，不签是吧？下一秒，我收到公司人事部发来的解约通知，白纸黑字写着：“由于我司陈瑶工作能力弱，无法胜任工作，故辞退。”通知当日生效，还加盖了公司红章。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我一脸无辜地将邮件截图递给劳保局工作人员，这下证据链齐活了吧？走出劳保局，只觉得天空晴朗，神清气爽。想了想，我对着街景拍了张照片，发了个朋友圈，配文：断崖式分手。在职场里，我算是体会到了。地址 A 市劳动保障局。我微信通讯录里上千个客户，之前发朋友圈都是小心翼翼的，什么 A 客户和 B 客户私交不善， D 客户不喜欢看广告， E 客户喜欢小动物等等。这次我完全没管，不限制，不屏蔽，直接点了发布。不一会儿，
点赞评论破百，客户和猎头的电话纷至沓来，几乎将我的电话打爆。我随手接了一个是知名猎头的电话，对方开门见山：陈小姐，我这有个机会，你要不要考虑一下？7险1金，补充养老，年假15天，月薪8万，8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几乎是我之前薪资的10倍。对，8万，这算是市场上销售总监中等偏上的价格。不过这家公司优势主要在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上，福利待遇很好，而且签约项目公司的提成机制也很透明。说着，对面猎头笑了笑，对咱们打工人来说比较友好。我考虑一下，挂了电话，就看到微信、公司邮件和企微里都有来自李静和人事部老大的信息。你去仲裁了？搞笑，不然呢？当我撂狠话装 Hello Kitty 呢？没过几天，还没收到劳动仲裁结果，倒是先接到一通陌生号码的电话。陈姐，别挂别挂，我是财务部小金。电话那头的小姑娘声音哽咽，抽抽搭搭的。陈姐，我知道您把公司同事都拉黑了，但我实在没办法了。前几天我把公司的银行优盾弄丢了，补办要7天，可今天徐总就要我给供应商打款。我记得您那还有一份优盾。还没等我说话，电话那头换了人，徐明声音高亢，态度颐指气使：陈瑶，赶紧把公司优盾还回来，否则我让法务部告你盗窃。全公司里，我最恨的就是徐明。尸位素餐，自己中饱私囊，吃得脑满肠肥，全然不顾底下人死活。裁员后，我反思了一下，恐怕这些年我的项目奖金全都被他昧了去。本就已经撕破脸了，我还何必给他留情面装孙子？你告我呀，谁不告谁是孙子？我告诉你，李静给我发离职通知那天，优盾我就寄出去了。邮政平邮，从8世寄的，你就是找天王老子，我也是邮戳日归还的优盾，你且等着吧，少于半个月寄到，都算我输。徐明没想到我这个万年狗腿子愤而反抗，居然能这么刚，拟了半天也没拟出个东西来。我好人做到底，帮他挂断了这通令他尴尬的电话。巧的是，第2天我就接到了劳动仲裁大队的电话。仲裁大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对方公司拒绝和解，要走司法程序。不仅如此，公司还决定一纸诉状将我告上法庭，因为我离职未交还公司贵重物品，造成公司巨大损失，找我索赔300万。翻头我就找了是红圈所专门打劳动仲裁案的知名律师应诉。不愧是红圈所律师，开庭当天雄赳赳气昂昂，摆出我提供的全部证据。我方态度非常坚决，不仅要求对方公司偿还违法解约的赔偿金2N+1，还要求公司赔付共16个销售项目的签约奖金、76天折算年假、社保、公积金少缴纳部分，以及本次诉讼的代理费，总计301万元。其实那些项目奖金加起来早就超过300万了，可我不犯这个贱恶心他们一下，心里这口气就是出不掉。所以律师和我沟通后，决定报价301万。至于原告提出的我方代理人未归还公司贵重物品，我方当事人在被违约辞退当天便对公司贵重物品予以邮寄形式归还。违约2字被律师着重发音了一下，说着，律师将印有邮政邮戳的信件照片交给法官。徐明缺乏法律意识，不代表对方律师是糊涂人。这项证据一经递交，对方顿时气焰全消，
可我高价聘请的律师却还没停。我方代理人也提出，迅捷公司可能存在偷税漏税，这是我方提供的证据。根据测算，仅我方代理人一年少缴纳的五险一金就高达5万元。迅捷公司全体员工近1000人，偷漏缴税长达4年，情节严重。我方已向税务部门递交相关证据，此话一出，对方律师脸色都会败起来。聆讯休庭期间，徐明被律师押着来找我谈和解。我笑了笑，开什么玩笑？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和解，我除了获得一身捞钱女的骂名外，能有什么好处？陈瑶，我代表迅捷向你道歉，除了你上次要的106万，我们再额外赔付你10万。我被徐明的没脸没皮逗乐了。徐明，你那台迈巴赫顶几个106万？我说301万就301万，少1分钱，这件事都没得谈。听我提那台迈巴赫，徐明神色都变了。他的工资我知道，年薪不过税前150万，能换得起1000多万的车，除了与供应商勾结牟利以外，我找不到其他可能性。更何况我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早在来应诉前，我就已经在公司那堆绝密文件里找到徐明试图藏起来的小秘密了。庭审不欢而散。2天后，我收到律师的消息，对方撤诉了。不怕，我翻身农奴把歌唱，1秒表演一个被告变原告。等待开庭的这几天，我也没闲着，从行政小苏入手，慢慢渗透，把迅捷将近1半的员工拉到一个大群里，群名是五险一金维权群。我在群公告里放了迅捷给员工的五险一金按照劳动合同最低基数缴纳的事实，以及具体如何操作可以找公司补缴对应金额的详细步骤。不仅如此，我首当其冲，第一个去社保稽核科办理了相关投诉。打工人从来不是不刚，而是没有出头鸟带着他们刚。我猜得到群里这些人的想法，法不责众嘛，又不是1个2个闹，大家一起闹，保不齐公司就改制了。不出我所料，1周后，等我接到稽核部的电话说通知迅捷补缴后，群里不少人闻风而动。很快，至少半数人已经前往社保稽核科投诉了。分公司将近1半员工投诉五险一金漏缴，还有1半蓄势待发，随时闻风而动。总公司人事部听到消息，很快派人来分公司严查。没几天，我就听说迅捷下发了新公告，人事部李静因为主导了不合理避税，造成大额损失，被公司开除了。看吧，公司就是这样。在大家群起而攻之的时候，管理层就拎出一个打工人杀鸡儆猴，剩下的人为了保住饭碗，自然不敢继续闹腾了。据说集团人事部派了一支专业的人事团队来分公司挨个找员工私聊，势必要将所有小火苗掐灭在娘胎里。徐明呢？他每天换800个号码给我打电话，一副不停钱和解誓不罢休的气势，但很快他就顾不上我这边了。听行政小苏说，最近销售部的日子不好过，徐明天天发脾气，摔东西，整个部门乌烟瘴气。我走的这1个月，除了几笔10几万的小单，完全没有大单要签约的意向。不仅如此，一些和我合作多年的老客户见我被裁，义愤填膺之下，竟然都说要跟我一起签约新公司，其中就包括我刚签约的那个 S 级大客户。徐明能不急吗？听我的客户曹姐说，这几天徐明准备花大价钱办一场客户联谊会，跟总公司请款了将近50万，
要带着客户们去呼伦贝尔草原上去玩一圈。当然了，玩是次要，稳住客户才是重点。可他万万没想到，当天他正准备带着客户从公司门口的大巴车出发时，我拨打12345举报迅捷公司消防不合格。我可不是胡乱占用社会资源，公司采购部门本来就在徐明管辖范围内。处理公司资料时，我惊喜地发现消防采购的接口人是和平，和平的姐姐何芳就是徐明他老婆。再一看采购单，我咧个大牙就笑了。最近一次采购可是3年前，而且采购的数量完全不达标。这不一查一个准。当天穿着公安制服的人上上下下检查公司消防设备，足足查了2个多小时还没走。徐明哪还有那个闲心带着客户出去玩？等求爷爷告奶奶把检查消防的政府人员应付走后，才愕然发现原本坐在大巴车里出去玩的客户们全都跑了，就剩下不知所措的大巴车司机等在单位门口。不仅旅游的钱打了水漂，还有不少客户觉得迅捷十分不正规，连后续合作都要重新慎重考虑。眼瞅客户要跑了，我这边还马上要开庭追讨历年销售奖金。一旦我胜诉分公司予以赔偿，总公司内审查账势必会发现这样一笔大额支出，那他这些年偷鸡摸狗干的那些破事儿可就真的藏不住了，不急死他才怪。开庭那天，我掐着点抵达法庭，徐明见到我就朝我冲过来，还好我的律师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拦在2米之外。徐先生，您这样冲撞我的代理人，不太礼貌吧？徐明这些天显然过得非常糟糕，肚子小了，眼袋却大了，头发像是几天没洗，身上的西装也皱皱巴巴的，和他原来打造的中层精英男士形象大相径庭。陈瑶，你别告了，我赔给你好不好？1分不差，我以个人名义打到你账户上，我会备注个人赠与，这样你连税都不用交，比公司给你打款合适多了。我摆摆手，你这是蔑视法律，我和你不一样，你愿意当蛀虫和垃圾，我可不愿意。当天庭审上，我再次提出301万的赔偿要求，法庭当庭宣判，我胜诉了。拿到宣判结果的徐明和斗败的公鸡一般，灰头土脸地离开。1周后，我入职新公司当天，迅捷财务部通知我去领赔偿金。财务小金之前参与了5险1金追缴起义，竟莫名地和我生出了一些同仇敌忾的心理。他发信息偷偷告诉我，陈姐，徐明让财务部把301万的赔偿金全部换成1块钱硬币。他说整不死你也恶心死你，还真特娘的是徐明的风格。新公司给了我极高的工作自由度，上下班不用和大老板说一声就可以。听说前公司准备用300万硬币羞辱我，管理层办公室那几个老头都跃跃欲试，想要跟我一起去凑个热闹。一到迅捷，就发现单位上下所有人眼底都闪烁着八卦的光芒。我走到财务部，就看见6个硕大的绿色垃圾桶放在财务部中间走廊里。徐明显然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阴阳怪气道：“小陈啊，你的赔偿金都在这了，点点吧。”我把包往办公位上一丢，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敲起2郎腿。我怀疑这里没有301万。徐明勃然大怒：“你凭什么说这里没有301万？我就是怀疑呀！”我目光短浅，鼠目寸光，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哪里知道301万的硬币到底有多少？要不徐总你证明给我看，毕竟你刚正不阿，高瞻远瞩，是吧？我凭什么给你数？这是你的钱，就应该你自己数。我举起电话，手机那头正是我还没履约完成的红圈所律师。我打开外放，律师冷峻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出来。既然如此，陈小姐，我这边建议您今天不要签署任何收款凭证。他顿了顿，声音忽然不专业地染上一抹笑意。毕竟被告现在的确无法证明金额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我们只能从长计议。不过我也建议，如果被告拖欠罚款金额超过1个月，我们按照单月1%的利率收取对应利息，避免造成您的经济损失。徐明咬牙切齿，眼神狠毒的恨不得当场将我撕了。可没办法，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前一阵儿刚被消防查过的迅捷公司，不仅配备了齐全的消防设备，还安装了足够的监控摄像头，我的安全极有保障。当天，徐明带着财务部全体员工，当着我的面数了4个多小时，还没数明白。最后，赔偿金还是以转账的形式打到了我的卡上。临走时，人事总监阴恻恻地看着我：“小姑娘佳佳，不要这样，不给自己留后路，做人留一线，事后好相见。”爹味儿都要冲破我天灵盖了。我摆摆手，赔偿金都到手了，新工作也尘埃落定，谁还给这群渣子留脸？我早就想对你俩说一句话了。我目光炯炯盯着这2个公司蛀虫，缓缓竖起了中指，笑道：“见个真儿，去你妈的！”在2人瞬间暴怒中，我一路小跑，哈哈大笑地离开了这个傻逼公司。新公司因为我带过去的几个大客户业务突飞猛进，我的地位也水涨船高。除了每个月8万基础工资外，季度还有奖金，没几个月存款就破了500万，足够我在这座城市买下一栋房产。想想自己半年前还跟个孙子似的苦哈哈的干活舔老板，最后月薪到手才不到8000，简直不敢想象之前的日子是多么的苦不堪言。日子过得好了，心也闲了，抽空有一天就把前单位那些拉黑了的同事都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扒拉几个看了一下，忽然发现了话点。原来几个月前，总公司派内审内控来分公司进行审计时，一下就发现了分公司赔给我的那笔大额赔偿金，而且法务部存档的判决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我讨要的是之前近10年的销售提成。徐明立刻成了内审内控重点关注对象。可不成想，徐明早就干习惯了偷鸡摸狗的事儿，以为给内审内控买点礼物就能糊弄过去，结果钱掏了，礼物买了，内审内控直接将礼物当作证据一并提交给了总部。徐明以为自己的尾巴藏得很好，可实际根本经不住严查，没几天就被总公司以财务侵占罪送进了监狱。那辆价值千万的豪车也被拍卖，而除了我，之前被徐明和人事部老大拉着顶锅的李静也像我一样选择走法律程序，最终公司败诉，赔偿了他12个月的工资。我换算一下，也是2N+1的赔偿金。听说后来迅捷公司管理层大换血，从 B 市总公司那边空降了4个总监级别的管理人才，不到半年，公司风气大为好转，之前的那些同事也都松了一口气，而我被他们戏称为打工人斗士，成为迅捷论坛里越来越神叨的传说。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